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直播怒斥行业乱象，徐凯片场被经纪公司抛弃，震动内娱。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背后，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直播让整个内娱震惊。知名女演员谭松韵在社交平台开播，用将近1个半小时的时间，还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她的合作搭档当红演员徐凯竟然在拍摄现场被自己的经纪公司当场抛弃。这一幕不仅让剧组人员错愕，更让千万网友在直播间中久久无法平静。据谭松韵回忆，那天原本只是剧组平常的一个拍摄日。清晨，徐凯照例早早到达片场，准备拍摄一场情感爆发极强的重要戏份。这部剧已拍摄数月，正进入关键阶段。然而，奇怪的是那天没有任何来自徐凯团队的工作人员出现。对于一线演员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助理、宣传还是经纪人，都会有人全程陪同。但当天，徐凯身边空无一人。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临时调度出了问题，谭松韵在直播中说，可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误会。当剧组工作人员尝试联系徐凯的经纪公司时，电话无人接听，信息无回应，所有渠道都被切断。几个小时过去，连徐凯本人都联系不上自己的团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件事不寻常。谭松韵在直播中透露，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没人接电话，连经纪人都向人间蒸发。更让人震惊的是，剧组后来发现徐凯的经纪公司不仅停止了与剧组的沟通，连他本人也被彻底断联。徐凯被困在拍摄地，一个偏远山区的取景的，距离北京有几个小时车程。他的手机仍能打出去，但公司那边完全没有回应。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行李都还在公司那边。谭松韵哽咽着说，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位当红演员面对所有工作人员的关切目光，却无法给出任何解释，只能强撑着继续工作。当天的拍摄原定为全剧最重要的一场戏情绪爆发，节奏复杂，对演员状态要求极高。他那天状态很明显不对，一名现场工作人员后来透露，镜头一开，他的眼神里是空的。谭松韵也在直播中坦言，那一刻他看见的是一个人被现实狠狠击碎的样子。他还是想坚持拍，可谁都看得出他的情绪已经崩了。最终，导演不得不暂停拍摄，整整1天的拍摄计划被迫取消，剧组因此损失不小。最让人愤怒的，并非拍摄暂停，而是徐凯本人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被经纪公司放弃了。没有任何提前通知，也没有法律程序上的解约声明，公司就这样一夜之间把他抛在片场。谭松韵在直播中气愤地说，这种行为不仅不专业，甚至是不人道的。他直言，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合约纠纷，而是一场有意的冷暴力与道德抛弃。他不是机器，不是赚钱的工具。一个人辛苦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收益，最后竟然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人被遗弃。谭松韵的直播在短短1个小时内吸引了超过1500万观众。当晚，徐凯被公司抛弃的话题登上各大热搜榜首，网友的愤怒席卷全网，评论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徐凯与谭松韵。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纷纷发声，多位圈内编剧、导演、律师在社交平台上评论此事，称这不仅是艺人与经纪公司矛盾的爆发，
更暴露出整个行业权力过度集中的系统性问题。中国的演艺经济体系中，经纪公司往往掌握绝对话语权。许多艺人签下合同时尚未成名，合同年限长，解约成本高，违约金动辄上千万。一旦关系恶化，艺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徐凯只是一个缩影。谭松韵在直播中说道：“太多年轻演员被合同绑住，被精神压榨，却不敢说。”双引号。在谭松韵的直播中，他不仅讲述了徐凯的遭遇，还提到多起类似事件。有的演员被公司长期压榨，收入分成极不合理；有的被雪藏3年无法拍戏，还有的被要求签终身经纪合同，稍有违逆就被断资源。他们签合同时年纪小，不懂法律，也没有律师帮他们看条款。他无奈地说，这些条款几乎是单方面的卖身契。双引号。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公司并非在法律边界之外运作，而是利用合法形式实施不公平条款。随着事件发酵，社交平台上关于艺人权益的讨论迅速扩大，律师、博主、评论人、媒体纷纷加入话题。有法律专家指出，若经纪公司确实在合同有效期内单方面停止履行义务，并中断对艺人的管理与沟通，属于严重违约，艺人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双引号。网友则更关注情感层面，明星也有脆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尊严可以被公司随意践踏？双引号。许多艺人匿名在社交平台发帖，暗示自己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冷暴力解约，只是因为害怕被封杀而选择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直播并非经过精心策划的公关行动。据网友观察，谭松韵当晚在家中素颜出镜，身着宽松家居服，背景是普通的客厅。她没有脚本，没有修辞，只是凭着愤怒与真诚讲出了全部。我不能再装作看不见。她说，如果今天我不说，也许明天会有更多人被这样对待。双引号。她的声音哽咽，却异常坚定。正因这种突发与真情，让网友感受到久违的真实感。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这种未经修饰的直播反而掀起了最强烈的舆论波澜。截至目前，涉事经纪公司依然保持沉默，没有声明，没有解释，甚至连公关团队都未回应任何媒体。据业内人士透露，该公司曾在过去几年快速扩张，旗下签约艺人众多，但内部管理混乱，曾多次传出拖欠薪资、压榨艺人的传闻。而这一次，他们选择的依然是沉默。然而，这种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态度。这场风波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徐凯个人命运，他撕开了内娱经济体系的伤口，也让公众重新审视艺人与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艺人是公司的产品，但更是有血有肉的人。当资本与管理层掌握绝对控制权，个体往往成为可替代的工具。业内专家指出，目前国内关于演艺合同的法律监管仍然相对模糊，尤其在违约判定、冷暴力停工等灰色地带，缺乏明确界定与惩罚机制。若无系统改革，类似悲剧只会不断重演。谭松韵直播的第二天，徐凯并未发声，他的社交账号保持安静，粉丝纷纷留言支持，我们等你回来。部分合作品牌也默默下架了相关广告，疑似在等待事态明朗。而谭松韵则在直播结尾留下了一句话：我不是为了制造话题，只是希望有一天演员不再害怕说真话。双引号。这句话被数百万网友转发，有人评论，这不仅是为徐凯发声，更是为整个行业的良知发声。双引号。结语：当真相被看见，娱乐圈表面繁华，却隐藏着无数不公。徐凯的遭遇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但正是这一次曝光，让更多人意识到明星不是特权者，而是制度的受害者之一。谭松韵的勇气为这个圈子点亮了一束光，而这束光也许将成为行业改革的起点，因为每一次发生都是一次觉醒，每一次真相被看见都是希望的开始。